2021年，全球依然笼罩在新冠病毒的阴影之下。这年的11月22日上午，台湾新北市新店区的咖啡商何明勋像往常一样送女儿上学，然后开车回家。当他把车停进车库，沿着楼梯准备上楼时，一名身着神秘服饰的男子突然出现，近距离内朝着他的头部连开4枪。当时的钟表指针直到了8点13分。何明勋身体失控滚下楼梯，当场丧命。嫌犯转身小跑着跳上停在路边的丰田轿车，迅速逃逸。现场视频显示，整个过程不到1分钟。邻居听到动静，看到何明勋躺在地上，以为他是中风，赶紧叫来何明勋的妻子，这才发现他是被人枪杀，于是连忙报警。警方调阅大量监控视频，很快，一名男子进入警方视线。警方翻看大量监控视频后，发现嫌犯在案发后，先是开车在市区不断兜圈，规避路上的监视器，最后开到某商场停车场，在那里将衣服换掉，遗弃车子，搭乘出租车到龙山寺捷运站，并在那里进行了第2次变装，又转乘出租车直奔桃园机场，在桃园机场，他成功搭飞机逃往厦门。此时距离他上午开枪杀人，仅仅过去6个小时。警方一路追随嫌犯到桃园机场。在机场外的水沟里找到了杀人枪支，只是此刻嫌犯已经身在海峡对岸的厦门。不过大转折随即到来，因为疫情，当时任何人入境大陆都要先隔离14天。嫌犯一下飞机就住进厦门的隔离酒店，只能傻傻地待在隔离旅馆里，眼睁睁地看着台湾警方曝光他的身份，乖乖地束手就擒。如果他的目的地不是大陆，而是其他无需隔离的地方，他完全可能逃得无影无踪。如果说这位杀人犯前半段心思缜密到令人震惊，后半段的画风突变，选择自投罗网，也同样令人震惊。在隔离酒店中，杀人男子被成功锁定。经讯问，他对在新店枪杀案供认不讳。12月8日，刚过隔离期的嫌犯就被遣返回台。台湾警方后来查明，案犯名叫黄永群，有多重前科。他之所以枪杀咖啡商何明勋，是因为何明勋和别人有经济纠纷，他是受人雇佣做了杀手。两岸遣返嫌疑犯始于1990年的金门协议。2009年4月，两岸再度签署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，成为两岸开展嫌犯遣返工作的主要依据。数年来，台湾刑事部门与大陆公安多次联手，平均每年侦破案件10多起，2015年最高峰时有37件。只是随着2016年民进党再次上台，两岸每年合作破案数量不断减少。两岸司法互助协议虽然还在，但效果已经大不如前。打击犯罪是人心所向，海峡两岸的民众也会不由得思索，两岸司法互助的未来会如何走向。